下面我说3件让人觉得尴尬的事情。第一件，就是一对发小成为前任后，彼此之间还残留着默契。第二件事就是这种可悲的默契还建立在你们俩交换的冰棒是同一个口味。第三件，就是从小到大一直都是你们俩换来换去，今天突然想到了我，殊不知我最讨厌的就是这个味道。你最多只想到了前2件事儿，最后刹不住车了，现编了1件。你最喜欢的是菠萝味，最讨厌的是草莓味，而我俩拿的是葡萄味。现在会用了吗？练习过2卷。那给我拍2张吧。刷同情呢？师傅，怎么了？这边有个蟹膏杆，感觉过不去，可能要绕一下。那绕一下大概需要多长时间？您稍等一下啊，我看一下导航。那我们趁现在出去休息一下。我散步时间到了，能让我散10分钟吗？我陪你散10分钟，我都快憋死了。知道了，来。好了好了，浩哥。我们步行穿过这儿，再往前走30分钟就到了。师傅会绕到前方路口等我们，可以选择步行，也可以选择在车上。选择步行的跟我走。
真的没想到全员都会选择步行。我是没想到浩哥会选择步行。我是没想到13会带头步行。我没想到要步行30分钟。不过这儿好漂亮呀！哎呀，早知道我们把相机背下来，好好拍拍沿途的风景。你才想起来相机在车上吗？不仅相机，连行李也在车上。还好，我带了手机。这是重点吗？放心，这个师傅是朋友介绍的，不会发生你担忧的事情。你猜一会儿他们的话题会变成什么？后悔选择步行，你怎么猜到的？因为我已经后悔了。快提！同意。我还没说呢。认识这么久了，猜都能猜出来。猜。我在原地等，然后让师傅过来接我们。你别说话，你丈夫肯定是继续劝我们走这个心灵鸡汤。那我们也可以。民主投票吗？我现在都能给你数出来，谁不想走？三儿、于浩、肖海洋、许连翘，4票对5票，还是得走，对不对？就冲这份默契，我们都该一起走下去。一语双关，漂亮。谁来讲个有趣的事情调剂一下吧？我来说一个有意思的事情。我是咱们班的学习委员，不知道你们谁还有印象？文艺委员表示有印象。团支书也有，班长，副班长，体育班长，只有我，B13还有肖海洋，是闲杂人等吗？别提这个，我都没好意思说。真的是。哼肖海洋，你不是心理委员吗？哼，没错，我是。上学期是怕你学分不够，才起了恻隐之心，但一旦被我发现下学期你们要被留级，哎，钟白，你快说说你那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不要给子弹任何发挥的空间。他能说到明天早上。你们仨确定吗？确定。你们仨上学期大二的胶片课挂了，龚老师让学习委员通知你们，下学期跟大二的师弟师妹们一起参加补考。但这并不是笑点，笑点是龚老师在跟我说这件事的时候，死活不相信我是学习委员，以为我是策划的。他俩是死有余辜，我是比较倒霉。哎，那连翘为什么没挂？哦，我事后拿着洗出来的照片跟龚老师说，我当时在厕所里，你活生生把我关了一宿，于是他带着愧疚的心情给了我一个很高的分数。厉害啊！难怪。如果可以这么操作的话，你当时应该跟封老师说，在那种情况，我、乔川还有于浩跟你一起被关在了厕所里，那你怎么解释4个人有男有女同时待在厕所里？一起修个下水道啥的？有时候听你们聊天，我觉得我当年也考摄影班就好了。你现在跟我们班同学的差别是？会多一种语言，更英俊，更吹，更拔萃。但我从来都不在乎这些。是啊，我们只在乎你的更不要脸，更死缠烂打，更不知死活，更心猿意马。这已经是形容任一帆最褒义的贬义词了。很好，你已经迈出第一步了，以后可以经常拿任一帆练习。是的，是的，是的。这做不来，对呀，就是这样。对，好，任一帆嘛，就不是真的很不错呀。火车来啦！大二去你们班蹭课的时候，记得你们班主任还强调过，当汽笛声响起的时候，是不需要再用语言提示的。他说的很对，可惜现在都听不见汽笛声了。他说的很多话都很对，
火车来之前我们在讨论些什么？我不记得了，好像汽笛声把那些句子全都吞进去了。我也记不清了。我们刚刚讥讽我用排比句，那不是讥讽，是一种认同，用排比句反复强调。你们俩真的过不到一起去。谢天谢地！你这个朋友真的太靠谱了。他安排的住处啊更靠谱。你好。你好，谢谢。好的，请稍等。这盏灯的表现让我有一种灯泡其实是一种活物的错觉，好像灯泡会呼吸一样。它闪得我好烦。你不看它就好了。这个灯泡一定是这个酒店的设计，制造一种光影错位感。哎，美女，这个灯泡是设计吗？啊，不是的，下午刚坏，不好意思呀，等我们晚点闭店的时候会换一个灯泡的。一般这种情况，你直接重启一下管灯泡电闸就行了。那我试试吧，我也被晃得不行呢。跟你没关系。你不怕我吗？如果我怕你这件事会让你怕，那我永远不怕。这才是一般情况下的结果。你怎么不早说啊？我刚才就说了，它闪得我好烦。浩哥，你的光影设计炸了。每隔一个灭一个，也是一种全新的光影设计。钟白书词，这是你们的。浩哥和海洋的。谢谢。乔川和13。连翘，这是我们俩的。最后一个是插班生的。大家放好行李，然后去餐厅吃饭。好的。没想到你对我这么好。知道我为什么对你这么好吗？我猜是因为爱。我猜是因为你的那个房间的马桶正在维修，你需要用大堂公用的。好像。替我们吃住买单的这位老板，明天下午会在这儿办一个小型的团建，以褒奖几个表现出色的团队。我们需要替他们完整的记录整个流程，然后做成一支视频。所以今天晚上睡觉前务必把摄像机和相机的电池充好。OK。这种团建拍出来的照片，大多数是一群人，所以那些。他有需要，他要喝水，你给他倒一杯不就可以了吗？但是我也想问您。水。算了，别动了。如果你有什么特殊情况，我可以帮你按警铃。谢谢你，下次我还会帮你按警铃的。你不要按那个铃。你怎么知道我要按铃？你
分明就是特别喜欢按那个铃，你能不能不弄那个铃了？我害怕他们真的把你转到没有铃的病房。每个病房都有铃，求求你了，不要再弄了，我怕黑，我真的不想再一个人了。所以那些会被人念念不忘的场景，固然要牢牢记下，但集体玩耍的过程中，难免有面目狰狞的部分，我们也应当拍下来。那到底是念念不忘，还是面目狰狞啊？极小的部分念念不忘，绝大部分面目狰狞。先生有什么需要吗？你们要加菜吗？那麻烦你上一壶白水，谢谢。为了确保每个参与的员工都有微博和朋友圈可以发，我们要保证每个人至少有1到2张拿得出手的照片。我这里有一些他们的资料，吃完饭我平均发到每个人手上，大家牢记明天负责的人是谁，这样才不会有遗漏。关于工作的部分就这么多，各位有补充的吗？副班长安排得当，我们这些蹭吃蹭喝的深表感激。你说话真的是太官方，这会让对方很尴尬的。那个蹭吃蹭喝的说的就是你。你明天能干啥？我带相机。你会拍照吗？说的跟你会一样。我学了2年呢。有啥用？浩哥海洋还学了14年的英语呢。我没想到反驳的话，你想到了吧？想到了。你学了几年摄影？2年。有啥用？乔杉学了2年摄影的。我们来说一下明天上午的旅行计划吧。按照我们本身定制的计划，这次旅行途中我们要游1次山，玩1次水，所以明天我们等天一亮，特小10分就出发，去最壮观的山，登最高的顶。无论你的技术好坏，无论你学了几年的摄影和英语，背好我们的摄影包，带好我们的3脚架，在凌绝顶俯瞰全貌。麻烦再上一壶水，谢谢。我怎么觉得这个沉默的氛围里充满了懒惰？鸡汤预警。其实，在计划之内，大家对登山都是没有问题的，但你的措辞有些严肃。我觉得我说的挺阳光的。你说的那个起床点儿，阳光还没洒下来呢。班长，其实你只要说明天我们休息好后，找一个适中的山，努力爬一爬就好了。好，明天让我们背好我们的摄影包，带好。开！我不是摄影班的，我可以不背摄影包吗？那你刚才还质疑我？错了，我也错了，我也不喜欢背摄影包。我是为了你才来摄影班的，但你又不爱我，也不爱摄影包，那我对3脚架还有什么留念？我什么都没有错，但完美的我认为，在咱们这群人里面，能够背着摄影包扛着3脚架顺利登到山顶的，唯有海洋1人。不知道你要干什么的语气。所以明天呢，你就背着我的摄影包，扛着我的3脚架，我会陪着你一起登到山顶的。先生要加水是吗？哎呀，在体力允许的情况下，咱们还是背着背包，带着架子最好。不然等真到了山顶，我们看到了很好的景色，却没办法记录下来，会很遗憾的。谢谢陆人。你担不担心我有遗憾？我不担心，我既不给你背包，也不给你拿3脚架。谢谢罗旋。那你担不担心我有遗憾？你省省吧。但如果美女开口问我的话，不用你担心。谢谢罗旋。你变了，虽然你一直就是这样的人。哎呀，我想以前每次假期咱们3个去登山的时候，你都是那个默默陪在我们身边，不计回报，替我和陆小川背零食的好朋友。零食能有多重？而且你们吃的全都是膨化式冰红。
在这里，我可以非常负责任地告诉大家，在登山途中，无论你背包里背的是相机还是膨化食品，在爬到半山腰的时候，他们一定会成为你最想扔掉的垃圾，就如同你想扔掉生活中那些没有人性的朋友。谢谢落雪，我想到一个好办法。你想到什么吧？说吧。快说。说呀。你按吧。猜到我有什么办法了吗？我猜不到办法，但我猜透了你。这个包里面呢，基本上囊括了我们所有人要用到的不同镜头。因为我实在是太心疼海洋了，所以呢，我只让他背了3个三脚架，我们轮换使用。让我们来感谢一下应该受到万人敬仰的肖师傅吧。乔川呐，我懂。我帮你拿三脚架，爽快。一帆呐，你连相机都没拿，干爬山是不是有点不好意思啊？三副社社长啊！啊，对不起，我昨天晚上好像喝了太多水，闹了一晚上肚子。活该。浩哥呀，你什么意思？你还是男人吗？妹妹们，跟我走。登山小菜一碟，尤其对我这种腿长的人来说，一步顶你们2步。咦，这里有个台阶段，大家小心。感觉不到10分钟就可以登到山顶。这是山丘，至少1个小时，我查过了。咱们不着急，小心镜头不要被刮到。三脚架听了这话好难过。这座山比我们小时候爬的简单多了。这种陡峭程度，在我们重庆就是走路。数字妹妹越来越可以了呢。怎么，爬不动了吗？爬山越来越没意思，开始我觉得清风徐徐，现在只觉得越来越热。全当是为了安慰我，你们谁过来换个镜头拍张照片好吗？啊，三脚架也是这么想的。为什么我在爬这条山路的途中，一直听到有人采叶子的声音啊？是班长、钟白和任一帆3人制造的，他们采玉露了。爬山的时候不好好走路，是有什么讲究吗？这是根据人体工程力学总结出来的神秘结论。平均每爬一座山，可以节省1/3的力气。该结论的开发者就是这位钟博士。而大量的事实证明，不仅不省力，还脏鞋。那你们还采？
想特立独行呗。因为你踩着踩着还会觉得心情舒畅，竟然踩出来一丝快感。而且这种扑哧扑哧的声音在树林里回荡，就算你走丢了，救援队也会顺着声音找到你。因为这种声音对我们3个人来说，更像是一种被养成的默契。好像在很久很久以前，我便开始拥有了这样长久而幸运的默契。可惜有些默契没有那么长久，也没有那么幸运，他们只能用声音来提醒你，这些默契，他们真的有发生过。无论是那些熟悉的、曾经的、暧昧的，还是念念不忘的，都会随着声音的消失戛然而止。但在消失之后，也要相信，新的默契会随时出现。那么，冲着这份默契，我们也应该一起走下去。到你的身边。